土库曼斯坦有着世界上丰富的石油存储量，亚洲排名第一。这些石油够全世界人民使用100年，但至今无人开采，却留下了一个位于沙漠中的大坑，这就是世界级地标地狱之门。这一集，雷店长走进地狱之门，感受这个神奇的火焰奇观。地狱之门是土库曼斯坦的标志，位于首都阿沙巴德北约260公里，镶嵌在卡拉库姆沙漠中。那么亲身接近它又是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跟着雷店长去近距离感受一下吧。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5年。哦，那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狱之门，这个路很难开吗？这种就是石油大国，他们就是不缺汽油啊，所以说人家很自信的说，多的是，不行，从底下挖一个洞，就是汽油了。这个阿什巴德呢，完全就是一个沙漠里的绿洲，可以这么去形容。我们去地狱之门呢，要买点瓜，司机说在这买点瓜，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土库曼斯坦最大的这个大巴扎啊。在地狱之门露营需要买些吃的，于是我们来到了阿沙巴德最大的露天菜市场。土库曼斯坦有3大宝：汗血宝马、地毯、哈密瓜，这一下全见到了。嘎问那个是西瓜是嘎特，十马纳特，一个10马纳特就来这儿吃啊！天哪！也就是说，这个司机可能经常跑运输，他有钱。一路向北，我们奔向沙漠腹地，在这里有一名为达尔瓦扎的小镇，大约生活着350位居民。这条马路应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沙漠公路，一路上坑坑洼洼，车辆不是容易爆胎就是失控。每年在这里有大批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尤其是路上大摇大摆的骆驼也是马路杀手，所以司机总是慢下来，顺着道牙子走。为了融入土库曼斯坦文化，我还特地换上了土库曼民族男装，这个男子服装叫做 dom， 这种传统的帽子叫做 telepak。天哪，还好多人啊！对啊，这个太重要了。嗨，大家好，我是冒险雷店长。此刻呢，我来到了闻名世界的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呢是位于这个土库曼斯坦的达瓦扎地区啊。这里呢，土地贫瘠呢，它呢可以说是当地呢最贫穷落后的一个地方，因为周围呢全都是沙漠，茫茫沙漠。地狱之门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呢？其实呢，它呢是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呢，土库曼斯坦当时还是这个苏联时期。当时呢，苏联专家呢来到这个达瓦扎地区呢，本来想考察这个地形，结果呢，他们在勘探的时候呢，不小心这个勘探机呢把这个地下呢给渗出一个大洞这个勘探机的这个下面突然间坍塌，露出一个50到100米这么宽的一个大深坑。那么这么一个大洞呢，里面有很多这个天然气冒出来，所以说呢，这个苏联专家当时就很着急说，哎，这个我们不能够轻举妄动，如果人要是下去的话呢，就会引起爆炸。那么大家可能会想，那么这么多天然气冒出来，那怎么让这个天然气熄灭呢？于是呢，苏联专家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要不然呢，给它放一把火，这样子等这个火烧完了，这个天然气不就被用尽了吗？这个天然气也就会把它给熄灭了。那么可是没想到，这把火从1971年放下去之后呢，它一直烧。当然了，很多人会想，那么这么多的天然气泄漏之后呢，这样子会造成一定的浪费。那要不然的话呢，就把它熄灭好了。但是呢，这件事情谈何容易啊！如果想熄灭这个地狱之门的火呢，它呢要用很多的水。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呢，损失更大，因为呢，在这个土库曼斯坦，水比油更贵啊！你不用水来填的话，那不浪费水吗？其实说要比浪费这个天然气还要严重。那么也有人说，要不要用土来囤？当然，用土囤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爆炸，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一笔这个开销。哇，在这个地狱之门的这个旁边走啊，真的感觉呢，就是熊熊的这个大火烧的人脸特别的发烫。可能有人说，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在前苏联时期呢，就有专家提出过，要不然就用这个核爆来
让它这个彻底炸掉。这个火呢，的确是可以灭掉的。但是呢，当时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就算是把这个火灭了，也无法阻止这个天然气它呢不再向外渗透。那么也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不但天然气不会渗透，那么里面的那些所有的这些周围这边方圆几百里的这些人呀、动物呀，也无法生存了。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导致这个地方无法呢把它熄灭。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火炬，也可以这么去说。如果这是一个火炬的话，它是一个永远无法熄灭的火炬。2022年1月7日，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下令，要求政府拿出解决方案，扑灭地狱之门的大火。这一把火一烧就是50多年，造成了高达500多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不久的将来，这个景点可能会消失。哇，大家看啊，我现在离这个火很近，我的头发不对，是帽子。大家看我这帽子在不停的在这个随风舞动啊，它不是风吹的，它是地狱里面的这个火窜上来，这个热气流是这样子，感受到了吗？这就是这个地狱之门的这个感觉。大家看啊，在这个地狱之门旁边呢，我呢是来烤这边的这个串儿啊。我是Slotir。哇，这边火很大，你看，周围都是正宗的那个土库曼人，然后呢，土库曼的烧烤各大串儿也大啊。哇，真的很大，看到很大的这个火。好厉害啊，这么多。这个建筑叫卡拉伊奥，好像。嘎特。雷探长对地狱之门的直观感受是，这里就像一个超大的火堆，它能够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发泄心中的怨念，所以坑里也能够看到有人丢下去了不少酒瓶子。这是中间最大的一团火，然后再往旁边看，已经52年了啊！已经52年了。那么，你作为土库曼人，你自己是怎么感觉这个地方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灭掉呢，还是不要灭掉？你觉得呢？我觉得嘛，不灭吧。不灭了啊。对啊，当然了，不灭了好啊。啊。不灭的那个什么，灭掉了就没有这个景观了。啊。是吧？是啊。我跟这个 Suffer 呢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灭还是不灭？不灭呢，感觉好像这个挺浪费这个就是浪费天然气的啊。对。但这个地方我觉得看了我很震撼。第一，它是真正的一团从地里冒出来的火；第二呢，你在这很温暖，对吧？尤其大冬天你来这就很温暖，在这可以烤手。还有就是你在这拍出照片啊，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就魔界的感觉，你怎么拍都有那种感觉。对啊。所以说有一种真正的有一种你玩火不怕尿炕，而还玩的挺大的那种感觉，是吧？好像。你来了那么多次，你会烦吗？有天你会烦了，说他不想再来了。不会烦。不会烦啊。不会烦。Hello。哎呦，现在我就感觉这个火在这边烤的我脸还挺烫的。然后我现在最担心我这帽子被吹进去，因为现在风是刚好从我这往火坑那个方向刮。对，我要帽子要刮进去了。里面我听说这个里面有1000度高温，那么跟那个原子弹爆炸一样。那我帽子进去是不是瞬间在空中就化为了灰尘？会啊。当年挖这地的时候呢，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管道，它都吊起来了，所以说那个管道就在那个地方。发现以前其实这个在地塌陷之前呢，还是有些管道的。这感觉冷的话，在这烤火，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火炉。温暖一点是吧？对，就冷的话可以在这烤火，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火炉。对啊。大家看啊，我觉得这就是地狱之门的好玩之处啊，就是你有一种好像小时候想玩那个尿炕的那种火，你觉得不过瘾了，就在玩个大的。这个太壮观了，不是壮观和美景来形容这个地方的啊，我觉得就是比较刺激，看着熊熊烈火，仿佛去了一次地狱旅行。头枕着地狱之门，睡在土库曼人的帐篷里，顶着漫天繁星，只有在这里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土库曼斯坦的地狱之门
位于卡拉库姆沙漠腹地。突厥语是黑沙漠的意思。一大早，我打算去观看地狱之门的日出。此刻雷探长呢，一大早呢从毡房里面出来啊，带大家来看看地狱之门的日出。地狱之门的正前方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看我眼前的地狱之门。大家看啊，这个火陪伴了我们一晚上啊，它在这个驻地旁边呢就一直烧着啊。现在是6点45分，马上差不多7点的时候，太阳就升起来了。其实太阳升起来很快的啊。给大家说啊，现在是土库曼时间的6点54啊，再等20分钟，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啊。我们耐心的等一等啊，顺便再看这边的美丽的这个奇观。大家知道吗？在这个中东地区，尤其是在这个中亚地区呢，在1000到2000年前呢，当地人们呢都信这个拜火教，就是因为呢从这个土里面呢冒出很多火，就像这样的火，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以为就是神显灵了，所以说呢索罗亚斯德教呢就诞生了啊，现在依然是这个中亚以及伊朗的一些地方人们所信仰的宗教，所以我们就在这儿祈福吧，用这个最大的这个火堆来祝福我们的明天更好，迎接太阳升起。曼斯坦的毡房卡勒 A 就是他们当地语叫卡勒 A， 然后呢，我呢晚上就住在这样的一个毡房里面。你家住的是苏联的那种楼吗？是苏联的。哎呦，太好了！对，苏联的。要不然今天晚上去你家看看你家的楼好不好？可以啊。这边是汤瓶，他们也是用汤瓶来洗手，就是土库曼人。你们管汤瓶叫什么？那个瓶子？那个昆鲁克。哦，大家记住啊，这个瓶子在土库曼叫昆鲁克，在这个中国回民叫汤瓶啊。现在来到这土库曼人的这个民宅里面，看到门上的这个屋顶有一根绳子结着。土库曼斯坦的民居卡拉奥伊尔里面的地毯、装饰还有布局，才是这个民族的灵魂。那么我们走进一个地道的帐篷里看看吧。哎，这都是这个男性的地方，男性地方还有一双鞋呢是皮革的，他们有时候经常是做礼拜啊，所以说呢进门好脱鞋。另外呢，他们这个房子呢，它的门呢是朝着这个卖家的方向的，这就是男性的区域。这种大袋子像麻袋一样，也是他们装东西的、装衣服的，都是这样装进去。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这个屋子正中间啊，正中间呢就是男的和女的各占一半啊。土库曼人呢就是男的在这边左边，然后女的在右边，因为右边还可以顺带摇摇篮。好，这边有个手上就是个摇篮。哇，一进这个屋子就感觉到充满了这个土库曼人的这种生活气息啊。土库曼人他们本来是生活在这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所以说他们也是从这个中亚呢，从草原上慢慢向这个游牧生活来进发的。所以说里面呢有很多习俗可能跟这个哈萨克人很像啊。很像，但是呢，我还看到一点，就是他男女有别，就是在屋子的这一边，就是一进门的左手呢是男人的位置，帽子呀什么的，衣服都是男性的。然后呢这边呢有孩子的摇篮、被子，还有这个女人做地毯的工具，一看呢都是一个女士的区域。整个这个营地就我一个人住，为什么？因为呢，很多能够来这地方的人都是老年人，他们怕冷。所以说，只有我就是住在这儿啊，只有我跟这个向导还有司机住在这儿，所以说这种体验我也挺难忘的。然后呢，就静静地看着地狱之门那个太阳冉冉升起的感觉，这是很神圣的。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啊，就像是看那个奥运圣火点的那个感觉，就很激动。土
土库曼斯坦既然是个还未对外开放的国家，他们的水电、教育甚至吃穿又是怎样的呢？带着好奇，我们走进真正的土库曼斯坦人，我的朋友 Sapar 家看看吧。为了表示对主人的感谢，首先我们走进了大超市，让 Sapar 挑选了他最需要的食材，狠狠地买了一堆。要知道，食物在土库曼斯坦是第一重要的物品。现在那个 Sapar 呢开车呢，我要去 Sapar 家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土库曼人这个生活。现在呢是刚好是下班高峰时期。在这个阿沙巴德大街上全是各种车辆，就是有的是下班，有的是放学，还是有点堵的。你们这也堵车是吧？啊，也堵车。有时候堵车。你猜一猜。哦，看到打招呼了。哎，萨拉姆阿莱孔。天哪！哎，我发现帅哥都跟帅哥玩。萨拉姆阿莱孔，你好啊！啊，你好！哎呦，手都来了！哎呦，你们好！今年 Kidai。你们好呀！见了外国人居然直接来握手，这点很好啊！今天一下子给土库曼人长了脸，土库曼人可以扬眉吐气了。这种楼，哎，这个楼大概建在哪一年建的？18不是18，1976年。76年建的。啊，现在雷探长呢就走进这个 Sapar 家啊，Sapar 呢是这个当地地道的土库曼人，而且是这个生活在这个阿什哈巴德，是出生在阿什哈巴德是吧？对，你出生在这里啊，那就地道的城市人，还不是农村人。哎呀，你们的楼跟中国的很像，中国也是这种中间一个大电表，然后这边住了不过你这住了4户人家，厉害啊！你们这住了好多年了啊！我刚搬家。嗨，萨拉姆阿莱孔 ，Hello， 哎呦，漂亮！你好，哎呦，那可以进了啊！我鞋脱哪儿啊？你去。OK。哎，你好呀 ，Hello。OK， 你好，女主人很热情。OK。行，在这做些。我刚搬的啊？这个是刚买的。哦，哇，这是你家的那个啊，行。大家看，我来到了这个 Sapar 家啊，土库曼人的家。我发现一点啊，就是他家没家具，你家的家具都去哪儿了？柜子呢？椅子呢？还是你们都这么生活呀？是这么，柜子是在这里。在这儿啊，我能看看吗？我们在这个。哎，你们为什么给我感觉就是屋里面空荡荡的？是因为都在地上睡觉吗？地上睡觉，我们没有那个。哦。有些人那个睡觉是有那个床的啊。对。你们不睡床。但是我们不睡床，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很小。很小啊。老婆打理对吧？啊。对啊。老婆不上班，一直在家。Housewife 养孩子，这是我的女儿。你的女儿啊？哇，你女儿很漂亮，叫什么名字呀？维雷哈。几岁啦？5岁。哎呦，太好了！女主人正在这忙活。哦，你们是这种四个灶啊？对，土库曼的抓饭。土库曼的抓饭。对。我们今天吃这个土库曼的抓饭啊。对。哎，我问你，就是你们家这个煤气贵吗？不贵。是差不多免费，不贵，相当于免费啊。对，就因为这个国家就是一年是40-50马纳，不到50马纳。40到50，一年才40到50马纳特。我这么说，在外面吃一盘饭啊，就是也就20-30马纳特，你这一年才45马，这相当于免费了。哦，就是因为你们国家产这个天然气。对。天哪，你看就。所以说那个地狱之门那个火可以不用熄灭了，就他们反正也烧不完。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想的这个是不是用完了？哦，车在后面停啊。哦，对，车在这，你们后面有个停车场，就刚才我们见面那个地方。对。你们也能看电视呀？看电视。我以为你们没有，就是看不到什么电视，你们能看什么电视呀？告诉我们。我现在那个。破了，不知道，突然就破了。什么突然就那个没了啊？那再等一下，可能一会儿就有了。海信，那中国的一个品牌啊。
本来 Sapar 是想给我展示一下土库曼斯坦人也能够看上电视，但是偏偏我来的这一天，电视怎么都没有信号。你们这边上小学、上幼儿园都不用花钱吗？不用花钱啊，免费的。哦，那么幼儿园是花钱的，但是那个一个月80嘛呢？就是这有没有人不结婚？有吗？他们会觉得是你不结婚的话，你是坏人。坏人。对，你是那个你是有个问题。有问题的人。对，有问题的人。对，那可是一旦要是不结婚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对，也有。也有，那少，很少。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就不结婚的？不结婚的没有。没有啊。没有。哎呀，小朋友回来了。哎呦，那个是客人。朋友。他的小朋友。哎呦。萨拉马莱控。哎呦，热情似火，挺好的。哇，这小朋友直接坐地上了，特别好。给他戴上这朵美丽娇艳的花朵啊。You like this? How this? 很好。然后还有这个项链啊，也是这个咱大义乌的这个东西。你们义乌人真会造的人家小朋友都很开心。好不好看？好。好。可以了，来看看好不好看啊？看好不好看？哎呦，看到那边，看到那边。哎呦。他问你，他俩还是没？啊？谢谢。啊，谢谢。对你以后教你女儿学中文吧啊。土库曼斯坦人的邻里关系非常好，隔壁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吃饭玩耍，孩子满大街跑，家长也不用盯着。男人没得玩就开始玩这个是吧？一进屋看到这一幕啊，这个有点那个。邻居家的小孩是吧？啊。同时这些菜品也是邻居帮忙制作的，这道茄子也是他们最常吃的，相当于中国的炒土豆丝。就是中国人如果来这个土库曼斯坦可以做生意吗？就比如说开一家店，或者说是在这边买房子，很容易吗？不容易。对外国人不容易。对外国人不容易啊。本地人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也有那个花钱的。要花很多钱啊。对。因为在这好像我也没有见过中国人开店是吧？没有，这里没有外国人开店的。其实你觉得？我认为，即使在土库曼斯坦，也许开了一家店，但是赚的这个钱，可能都是土库曼斯坦的钱。对。然后你要带到外面去换，才行。对。而且中间主要是这个，可能互联网的原因。我还没跟大家说呢，其实这边呢也有网络，不是没有网络的。但是国内上一些网，所以说呢，可能你们国内也能够去查一些东西，是吧？速度怎么样？速度还行。速度还行，也有各种各样的，低的也有，中的。就是明天就找速度啊，就是有慢的、快的。你买的是慢的、快的？我的是中间的。中间的啊，就你们国内没有视频网站是吧？视频网站国内有，但是有其他的视频，那个简单的。都是简单的视频啊。明白。想玩是吧？那你玩，自己玩一玩。已经开了，两人玩吧。吃饭。好，他们俩已经开始就是模仿雷探长，就是视频创作了啊，已经开始自己拍了，那边正在摸索怎么拍呢。这是土库曼斯坦的首位视频创作者。这个画面是这个土库曼小女孩自己拍的，你自己屋子走一圈，到屋子随便走一圈。你可以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再出来。到外面再出来。Hello, baraka. Du gaan we naar bed. Oj, nattfilm hade du fan.
大家看啊，大家看这个土库曼的视频博主诞生了，在雷探长的这个精心教导下啊，土库曼的第一位视频博主诞生了，就是他女儿拿这个 GoPro 然后绕了一圈。你们国内做视频博主的应该没有对吧？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这小女孩迈出了土库曼视频创作的第一步。要给我呀！哎呦我的妈呀！我都措手不及呀！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记得我啊，你还记得我，可以的，挺好的，很好，非常完美。他已经无言用语言来跟我说，只能送上那个茶一个啊，果汁一个，谢谢，来了啊，谢谢。你会让你女儿以后学中文吗？会啊。女主人把这个饭已经都端上来，大家看，这就是这个抓饭啊，这是土库曼抓饭啊，哇，大家看土库曼抓饭，然后就放下来啊。来，你说。哦，就是我的饭啊，我的饭来了。哇，来你的。你说。好，谢谢。好吃。哎，你们说好也是雅西吗？啊，你们说好是不是也是雅西？雅西，欧味也说啊。欧味。那雅西说吗？雅西也说啊。这是个什么游戏？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谁知道的话，弹幕打出来啊，告诉我这是什么游戏？土库曼小朋友玩的游戏啊。对。还是因为我平时不玩游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玩，真是。我的手机的里面的那个游戏都是爬的。也就是在中国呢，家长会给孩子开一些班，什么钢琴呀，你听说过吗？就家长会为了教育孩子学画画、学钢琴。也教学校。这边孩子学这个很累吗？压力很大吗？也不会，还要给那个俄语、英语啊。干嘛啊？这拍照？那好吧。还能拍照啊！你很聪明啊。Kur'an anlarımız aksakallı yurdum eylesin. Kur'an tutar güzel iyiliktir bana. 大概什么意思？意思是土库曼是完美的。本来按照穆斯林习俗，女主人不但不能和客人坐在一起吃饭，更不能和客人见面。但是 Sapper 还是请出了他的媳妇，来表示对中国人的欢迎。他说：“你来这里，我们家第一次来，他很高兴，很高兴啊，对，很高兴，再也要他欢迎你，欢迎我们啊，对，谢谢你来我们的家客人，他说谢谢你，还要回来，再要回来，还要再来啊，女主人做的饭非常的好吃啊，谢谢。哦，对的，那好。谢谢你，谢谢，很高兴，再来，太好了，太棒了，谢谢。这个我要走了，女主人送一个帽子啊，送一个帽子。谢谢，雅西姆斯，拜拜，走了啊，来给你走了。哎呦，这个小朋友原来是对门的啊，这个小帅哥，然后跟女人说再见了啊，拜拜，走了。阿什哈巴德是土库曼斯坦的首都，人口103万，占地300平方公里。这座城市全部是由来自欧洲的白色大理石贴片而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色之城。那么这座城市又有怎样的细节和内涵呢？接下来就跟着雷探长去看看吧。现在一大早呢，来到了这个土库曼斯坦的首都呢，来看这个白色之城啊。这个白色之城，大家看啊，推开玻璃窗户，外面所有的建筑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而且最关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大早呢这边没有人，大街上人很少。不忙人，不爱去外面玩，真的是在晚上去。
土库曼人不爱到外面玩，只能在晚上去对，啊。晚上去。哎，这个城市为什么要修建成白颜色呀？因为我们总统喜欢。看来挺有品位的，就是很喜欢高雅的对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做出来的确是又干净。现在的总统还有和第二个总统，是现在的总统的爸爸嘛？哦。对对对，雷太人给大家说啊，我对这个白色之城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城市虽然说是白颜色的，但是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只是一种单纯的白，就是感觉整个城市因为它是白颜色，所以显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新城，非常崭新，地面也很干净，而且那个马路都干净的发光啊。大家好，我是冒险的店长。此刻呢，我来到了土库曼的首都阿什哈巴德，我身后的呢就是这个中立门。中立门呢是为了纪念在1995年呢，这个土库曼斯坦呢通过了联合国的决议，在185个成员国的支持下呢，成为了一个永久中立国。于是，在1998年呢，就修建好了这一座中立门。这个中立门呢，它塔高75米，最上面是这个有12米高的这么一个尼亚佐夫总统的像，它会随着这个太阳旋转。它这个下面的3根立柱呢，代表着这个土库曼的它的3个伟大的精神，就是中立、独立、民族团结。中立塔是除了地狱之门外，可以象征土库曼斯坦的第2大地标。苏联解体后，尼亚佐夫成了土库曼斯坦的第1位领导人。至今，在土库曼斯坦各地都能够看到他的金色雕像。你看，这人是我们第1任总统尼亚佐夫。对，尼亚佐夫。还有这边，在不太远，对那边，他写的一本书，他自己写的一本书，也是放在这样的纪念碑。纪念碑这个对，看来你们还是比较崇敬他啊，尊敬他。他写的是心里话的，写上了书边。明白。大家看这个尼亚佐夫，他写的这本书呢，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叫如何纳玛，然后呢他们非常敬爱他所以说他的书呢著作呢就放在了他的这个雕像的旁边，整个这个也为他这个著作建了一个广场非常的气派。2001年和2004年，尼亚佐夫的2卷本《灵魂之书》问世，被誉为土库曼斯坦国民最高精神纲领。书中，尼亚佐夫重新定义了土库曼斯坦的历史，将中国人定义为土库曼斯坦自古以来的座上宾。Sapper 告诉我，全国人民无一例外都必须读这本书，也是各行各业入职、升学、获取驾照必考的一本书。但是尼亚佐夫的功绩，人民从没有忘记。以前那个尼亚佐夫总统，给了我们好多想办法，那个叫医院是有些医院是免费的，就给了我们好多家庭，给了房子，还有帮那个结婚的人帮给钱，给结婚的人给钱，对，也很多对，所以说你们很爱戴这个，很爱，非常爱，非常爱。天然气公司的工作的人员住在这，是吧？就在这个广场，就在广场旁边是吧？广场旁边，你看。那我是说好，这个位置好呀。对啊，位置好啊。尼亚佐夫总统的父亲死于2战，母亲死于1948年地震，所以他从小就成为了孤儿。由于尼亚佐夫的母亲是位地毯工人，因此地毯也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象征，印在了国旗上。这幅巨大的地毯是36名女工花了半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并献给了尼亚佐夫。哇，这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地毯这个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放，这是给第1任总统做38个人做的做是这样做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机子嗨，大家好！现在呢，雷县长呢来到了这个土库曼斯坦首都的这个独立纪念碑这个独立纪念碑呢，大家看它的这个整个外形像什么？如果大家注意这个土库曼斯坦这个少女的头饰就知道了。这个少女头饰是一个包起来的，然后上面有这个突出了这么一个造型，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造型呢，很像这个土库曼斯坦少女的头饰。土
土库曼斯坦呢是在1991年9月27日独立的，所以这个纪念碑呢修建这个91米高，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这个国家的独立。从2500年前就是这个地方呢就诞生过很多的古文明，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名人呢，历史名人呢对这个土库曼的发展呢也是推波助澜的。所以说呢，土库曼呢也没有忘掉这些名人，把这些名人都用这种雕塑的方式呢都雕刻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广场依然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没有人到这边来。其实我还是有个最大的好奇，为什么没有人？你给我们好好讲讲，为什么人都没有？你要中国的话，这时候肯定很多人了，人都去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因为他们都睡觉也没有起来啊？今天是周日嘛？周日就睡觉了是吧？对。但晚上人很多。晚上来的人。这晚上可能来这儿这个建筑很雄伟，让我想起了这个古罗马的一些高大的建筑，包括，所以我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现代版的亚历山大灯塔，像一个世界奇迹一样。哇，都是这个金属的是真的金属，所以说材质还真的挺好的。我感觉都是质量很好对啊，质量很好。天天打扫，天天打扫什么都没有，你看什么都没有，很干净。现在雷团长呢走在这个独立纪念碑的主干道上然后呢现在呢往这个纪念碑这个方向去看这个方向其实才是它的真正的一个中轴线，也是它的一个主路但是这个时候拍呢，缺点是它是逆光，所以说正面看呢反而要到下午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大概看看它这个雄壮的这个感觉的，因为主要是没有人，所以感觉这个道都是给我一个人安排的了。一个，这个是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医院。哇，你们的这个医院和医科大学造的都像那个蒙古包一样，就是上面都是那个民族特色的就是圆形的顶。这是那个阿沙巴德的火车站小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只能是去国内，对，国外不可以。那你们有没有去国外的火车站？没有只能国内那这是最大的了吗？火车站？这是最大的了对你看，这是最大的。还有一些等车的人在那边。天然气大学。天然气大学在阿什哈巴德的主干道上，交通部、外交部、农业部、建筑部等等高大的建筑并肩排列，凝聚着先驱的智慧，为土库曼斯坦的发展描绘着一幅堂皇的画卷。上天眷顾土库曼斯坦，不但赐予了它平地，而且还赐予了它几条大河，所以这个国家也并不缺水。土库曼斯坦呢，他们也有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梦想所以修建了这么一个奥林匹克城市。上面呢，他们那个火炬用的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叫烧比塞鲁克，是吧？比塞鲁克，对，大概这个发音就是当地每周都会烧一次的一种熏房间的一种草。他把这种草呢，居然做成了火炬，说明他们还挺有这种民族情怀以及这个想法的挺可爱的。阿拉拜狗环线的一种地铁这个地铁环线做的也不错现在雷团长来到这个阿什哈巴德的这个地震纪念碑，曾经这个阿什哈巴德呢发生过很严重的地震，所以把这个城市也都毁了，之后又重建的所以我们看到城市规划非常现代，也源自于上次那次地震。现在雷团长就在这个阿什哈巴德的这个地震广场在这个1948年10月6日的凌晨这个阿什哈巴德呢，它发生了里氏呢9到10级地震。你是9到10级地震，那是多大的地震呀？后来当时死了16万人。这个地震广场呢，它主体呢是这么一个雕像是一个15米高的这么一个铁牛，青铜的铁牛，它上面顶着一个破裂的地球。其实呢，这个破裂的地球呢，就象征着1948年那场地震。当然了，这也是突厥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说突厥人认为呢，大地呢是由一个牛呢它所拖着然后呢，这个女子呢，意味着这个生命要一直延续下去。那个孩子呢，从这个大地救出的孩子呢，代表着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雕像的一个含义。这边呢是这个祖国母亲雕像，其实在前苏联时期似乎每一个国家呢都有一个祖国母亲雕像，这是土库曼斯坦版本的。为什么阿什哈巴德要建成白色？尼亚佐夫的灵魂之书曾这样解释：白色，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仿佛是纯洁清澈的灵魂之色。它不仅是视觉上的美，更是一种崭新的象征，代表着无穷的可能与和平。白色如同空白的画布，让人类在其上绘画着理想与未来，拥有开创新奇迹的能量。这是一种源自上天的启示，使白色成为心灵深处宁静与智慧的象征。告别了阿什哈巴德，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土库曼斯坦是帕提亚安息帝国的所在地，如今丝路古城的遗迹今何在？下一集，雷店长寻找土库曼斯坦消失的古城，探寻这个国家的前世今生。